今天呢，有个男生跟我说啊，他从29岁就开始相亲了，一直呢相到了现在35岁了。中间呢，他谈了2个，但是都没有成。他现在真的是都不想追女生了，甚至呢，他都有点厌恶女生。要是不是家里边催别说让他结婚了，就让他现在谈个恋爱，他都嫌好麻烦。我呢，看他真的是弄得挺痛苦的我就跟他分享了几个我做红娘以来总结出来的一套相亲中的规则。不听的别后悔你到外边可能花钱你都听不到。第一条呢相亲对象基本上是不用你去追的，那种能让你费劲巴拉去追的看你表现的，那基本都是不怎么喜欢你，或者呢就是想吊着你，把你放他的鱼塘里先养着。你呢就别天天跟舔狗似的去讨好人家不用，真的没必要。因为喜欢你的女生她自然会跟你互动的很好，她也会主动找你。你呢就别做那些舔狗的事儿了最后呢只是感动了你自己罢了。当然了，你主动的去关心对方，积极的去表现，这个肯定是应该的，但是一定要有度但凡见面3次以上都不让你牵个手碰都不让你碰一下，真的你就放弃吧。2个月了还不肯跟你确定关系的，你也别浪费时间了，知道吗？不合适。这第二呢，相亲你千万不能总想着找个特别满意的。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人。你不要总是抱着那种幻想能找个温柔的、漂亮的、善良的、贤惠的，上的厅堂还下的厨房的，最好呢还家境好、学历好而且呢还会挣钱，这样的女人最满意。我觉得这种的怎么还会流落到相亲市场里来呢？早就被别人下手了。所以你要懂得权衡一下的。如果一个姑娘她在长相、性格、家庭背景包括她工作这4个维度当中，她占了2-3个点，那就已经是很优质的对象了。如果在你的眼中这个女人已经完美的不行了，那我估计你根本就配不上了。所以想找一个合适的，真的都比登天还难的那就咱们就不要那么挑了，对不对？就不要那么幻想了。第3个呢，就是在约会多次以后这个女人1次都不给你花钱1次都不愿意买单，那你就要谨慎选择了。你要是钱多烧的，那随便对吧？那种铁公鸡一毛不拔的女人，你趁早远离。毒鸡汤说你不给她花钱就是不爱她。我呢虽然不完全否认这个，但是男女其实是一样的，知道吗？就是你看那个舍得给你花钱的女人，那也是真爱。只不过呢这个事儿不只是针对男人的。第4点，如果交往过程当中对方总是在嫌弃你这儿嫌弃你那儿，经常看你不顺眼看你不爽，动不动还打压你一下，比如说嫌你工资低啦个子不高啦，或者说你房子太小啦，反正种种之类的，但是他嫌弃完了之后呢还是愿意跟你保持关系，这种的十有八九你就是被人家吊着的咱能不能有点骨气别上杆子跟没见过女人似的。人家呢那就是感觉特别优越嫌弃你，觉得你配不上他，但是呢又暂时找不到条件更好的，先稳住你吧，对吧？这种的你就自己看着办这第5个一定要了解一下他的原生家庭和他平时的生活圈子，特别是他父母之间的关系，还有他跟他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如果遇到个妈宝的或者伏地魔那你真的掉进无底洞了。还有她身边的闺蜜是什么类型的，记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胡乱的结婚真的是你还不如保持单身呢。虽然不结婚很另类也不太符合大众的价值观，但是最后说一点，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建议你们还是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最起码呢相处舒服一点的人在一起吧。大龄的生男生女们真的也不用太焦虑了，结婚并不是人生的必选项，你们说对不对？今天有一个男生过来跟我聊起他最近相亲遇到的一个事儿，真的是挺逗的。前2天呢他跟一个女孩相亲，他刚把自己的情况跟女生一说这女孩就巴拉巴拉就开始说开了。哎呀，我看你条件是不错的我呢就几个要求。结婚的话，我们家要50万彩礼，北京呢3环内200平的房子，不能有贷款的那种，房产证上得写上我的名字，40万以上的车，感觉呢
这个其实是已经老掉牙的套路了啊，大家也听得挺多的，没啥好奇的，对吧？那男生呢，倒也还挺好说话，他说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可是女孩接下来说的话就有点离谱了啊，他说咱们要是结婚了，是不是就是一家人呢？男生说对啊，那咋了？女孩说那结了婚，你不就是我老公吗？我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欠了50万外债，那结了婚你得替我还啊。这时候男生心里就开始打鼓了啊，合着你是要找一个给你还债的呀？那债还完了还拿着50万彩礼再跟我离个婚，这里外里的挺合适啊，真能算计。然后男生也就不示弱了啊，他对女孩说这倒没问题，但是我也有个问题要问你啊，那如果我也欠50万外债，你会给我还吗？你都想不到这女生怎么说的啊，她说你欠50万我还能跟你在一块吗？你都没有能力养我了，也没有能力保障我的生活质量，那我还跟你在一起干嘛呀？男生说那你们女的不一直都在讲男女平等吗？原来就是个口号啊。提到女性利益的时候就倡导女性优先，谈到责任付出的时候那就是男人的义务。女孩马上就说我这么貌美的女人那有的是大把的人追，哪怕你给我花钱那也是你的骄傲。男生说这骄傲还是算了吧啊，不稀罕，要钱的时候我就是你最好的依靠，没钱的时候我就配不上你的美貌。你还真是一套一套的。女生刚又要开口哈，男生立马就说你闭上你的嘴巴，我看不上你这样的，听懂了吗？就是这么个事儿啊。我就是觉得吧，这男生怼的呀太有水平了，你们说是吗？最近啊，有一个42岁的未婚男人，他的一番话真的给我震惊到了。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呢，聊到了婚姻这个问题，我就问他我很好奇，我说你都这个岁数了，怎么你还不抓紧找一个赶紧结婚呢？你不着急吗？你的父母肯定也得老催你，对吧？结果你们知道他怎么回答我的吗？他说我都这个年龄了，该经历的我其实也经历过了，现在年龄越大我越不想结婚，一个人生活我都习惯了。说实话，生活中啊，除了生孩子这件事我不能以外，我真的什么都会做，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出去挣钱。我要是缺女人，我也不是找不到，我不一定非得结婚，找个合适的太难了，索性我就放下了，随缘吧。他说其实啊，我是一个不想背负压力的人，喘不过气来的车贷、房贷，懒得在每一个节假日想着办法去给对方制造惊喜啊，制造浪漫啊。说实话啊，现在的女人太难搞了，我也不缺个祖宗，我不想一边辛辛苦苦上班，我还每天得担心着我要是不努力的话，老婆会不会嫌弃我，跟我离婚。我也不想夹在我老婆和老妈之间受气，更不想一边孝顺父母还一边考虑传宗接代。而且呢，有了孩子之后啊，我还得拼了老命给孩子想办法买房买车，等孩子长大了我也老了，接着我还得操心孩子的婚事，我还得帮忙给他带孩子，重复的老一辈的生活方式，我自己能享受几天美好生活呢？自己一个人生活多自在啊，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我想打游戏我随时打，没有老婆管着我，也没有孩子缠着我，钱多我就多花点，没钱我就少花点，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也不饿。那我就问他啊，我说那你想过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呢？你一个人，别人都在享受天伦之乐，你呢孤孤单单的回到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万一你生了病谁又来照顾你？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他说我老了那都几十年以后的事了，社会养老服务会更完善，那时候啊，我要么选择居家养老、抱团养老，或者呢我就去养老院，就也能解决问题啊。现在这个社会你不能去指望儿女给自己养老的，还得靠自己，婚姻的意义真的不大。那我听完他说这番话啊，真的倒吸一口凉气。要是大家都这么想的话，那不仅我得失业了，那这个社会怎么延续下去啊？那对于他的这一番话，你们赞成吗？美女会难嫁吗？真的有难嫁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美女啊，她也分什么样的美女。如果你的家境好，学历好，性格也好，那你很好嫁。那如果你的家境不好，学历也不太好，性格还有点作，那这种呢就很难嫁。我们都知道啊，女生啊她是慕强的那对于美女来说呢，颜值是很占优势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家境和学识做靠山，可能很容易沦为某些男人的短择对象。我这里就有一个31岁的美女，真的是称得上大美女，她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家境不好，
小城镇的一个普通家庭，学历呢也不太高。他自己跟我说，谈过的对象基本上都是经济条件很好的男人，但是没有超过半年的，基本都会无疾而终。总觉得这些男人太渣了。那你是不是很好奇，这么好看的女人怎么会结婚这么难？真的是这样的啊，她好看，所以呢她一定想找条件好的。之前有过几任男友，都是谈到最后男方家庭不同意。人家一想到自己的儿子要娶一个这样的家庭女儿，差距太大了，自己的家又不是扶贫的，坚决不同意。他后来呢也接触过一些稍微条件差一点的男生，他又嫌弃对方挣得太少，没有什么能力，所以相处起来他是很作的，各种挑对方的问题，男朋友最后都是受不了，但是分手呢也都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所以呢他呢就会处在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里，然后年龄就一拖再拖，把自己给拖大了，这不他就来相亲了吗？我呢就给他分析首先他这样的美女都想嫁得好，喜欢企业家或者是富豪，最不济呢也找一个中产家庭，对吧？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富豪一般来讲都是几代人积累出来的财富，这种叫豪门。他们一般呢都是政治联姻或者强强联手，儿女的婚姻没有几个是自己能够选择的，你肯定是嫁不进去的。那么企业家呢基本上都是身家过亿，非常有头脑和智慧的男人，他们一路走来披荆斩棘，肯定不会喜欢那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女人。那种中产阶层的家庭呢，他们呢财富正在上升期，更希望遇到的是一个能够帮扶他们的，能够提升家庭财政收入的。那所以一张脸好看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最后他可能只有两种选择比较适合，一种呢就是没有太高文化的土豪，自己呢单打独斗一无所有做起来的那种，他们因为文化水平有限制，也是不太容易找到综合条件很优秀的美女的，所以他们对这样出生的家庭的包容度这个文化程度他们都是能接纳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离异之后的有钱人，并且年龄比他大的比较多的，甚至呢就是有孩子，这两类应该才是他可以重点发展的对象，其他的可能也就是短择他的人。美女要是能够加上家境、学识、性格中任何一项，那都是王炸。但是如果你空有美貌的话，真的是不太行。评论区咱们聊一聊，讨论一下。我告诉你女追男的时代真的快来了，男生们再也不用做舔狗去追女生，还要买房子买车给彩礼，都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跨国婚肯定要盛行起来了，有很多的俄罗斯、缅甸、泰国、韩国甚至是日本的女人都会大量的涌入中国婚恋市场的，竞争对手太强大了，这呢也会导致大城市里边的大龄剩女会更加的难嫁，二三线城市的一些条件一般的单身男人也很多机会的可以娶妻生子了，不用考虑房子、车子和彩礼条件差不多的都可以结婚。因为外国女生她不太讲那一套东西，外国的女生她更讲究你们精神上的和谐，而国内的女生呢更讲究物质上的满足和条件的匹配。那一个呢是真心的想过日子，那一个呢是条件的权衡。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你会怎么选呢？答案真的是不言而喻，对吧？那所以现在呢这个男多女少的神话，那到那时候一定会被颠覆的。其实大家都知道，那适婚的单身男人是要比单身女人多出3000多万这些光棍其实它是指的在偏远的农村，而不是指的在城市。在城市里其实现状已经是女多男少，优质的男人那就更少。而咱们现在有很多女人还在盘算着怎么利用谈恋爱和结婚让男人掏自己的钱那俄罗斯女人的肤白貌美大长腿，缅甸泰国女人的服帖持家温柔善良，日本韩国女人的温柔贤惠吃苦耐劳，让这些中国女人你拿什么去跟人家抢？还在盘算着呢，还在精挑细选着呢，还嫌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呢，还在矜持慢热呢，还等着男人去追呢。而中国的男人呢又很会赚钱，也比较有责任感，又很会宠老婆，又舍得给自己的女人花钱，所以这些呢都是国外的女人非常想嫁给中国男人的。如果说国外的女生大批量进来之后3000万光棍的格局一定会彻底被颠覆的，女生怎么可能嫁不出去呢？这样的论调也将不复存在了。相亲的时候女生可能再也不会觉得我是在给男生一个追我的机会这种心态。
那约会的时候有可能啊还会轮到女生主动去买单，到时候啊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大城市的男女比例还会进一步扩大的。那样的话，女追男的时代真的就来了。男生们，你们期不期待这一天呢？最近有这么个事儿啊，我想来说一说。有个90年的女生，今年33了，对吧？长得呢还不错，她老家呢是农村的，来北京挺久了。她特别不服气啊，来找我说，最近这1年啊，她相亲都不下50个男生了。她看上的呢，人家都看不上她；看上她的呢，她又看不上人家。她说啊，怎么33就这么被嫌弃了啊？我就问她，那你看上的那些都是什么情况啊？她说那些就是经济条件好一些，综合条件稍微好点的，有房子有车，工作稳定，收入呢在50万以上的。没有看上的那些条件真的太差了，一个月才挣1-2万，能干什么呀？在北京啊，这点收入啥时候能买房啊？我是不是跟他们结了婚，过几年还得跟他们回老家去生活呀？我可不想过那样的生活，直接降低了我的生活质量和我的社交圈子。我呢，真的不想勉强自己去将就找一个男人过那种低质量的生活的。再说了，我之前的男朋友也都挺优秀的，现在要我降到这么低，我还真是接受不了。不管怎么说，咱也是90后啊，还算年轻的吧？啊，我马上接过他的话啊，我说姑娘啊，那你真的是可就太自信了。你是90后，但是啊，你怎么不算一算00后多大了？他们已经23岁了，对吗？那个才叫年轻呢。他们也来相亲找对象了，他们啊可跟你们不一样啊，人家呀早早就开始做打算了，而且他们的要求啊还没有你们90后女生的高。你想一想啊，一个女生要选择婚姻，那你就得想好了，你在婚姻当中的价值是什么？你的主要价值就是生育价值，知道吗？那我们都知道啊，女人过了30岁啊，就已经过了黄金生育年龄了。你呢，不要又说男人太肤浅这种话，人家也确实要考虑传宗接代的事儿。你不想要低质量的生活，那人家男生就愿意要一个低质量的孩子吗？你说你不想将就，那人家条件好的男生为什么要放弃00后那么年轻的女孩，要来将就你这个年龄大的女生呢？还有啊，之前的男朋友很优秀，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很年轻，现在你还能让他们选择你吗？这个事儿啊，真的谁说都不管用。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劝一个优秀的男生接受一个大龄女生的，我也没有办法去劝一个女生一定要去接受一个很穷的男生。那全网的红娘都在说这个事儿啊，男生对于年龄大的女生和女生对于穷的男生，那真的是天生就有敌意的。如果这2类人他们能听劝的话，他们都不会单到现在的，你们说对不对？如果有一天你不得不面临要选择一个大龄剩女的时候，你怎么判断她是不是可以娶回家的呢？我们常常说大龄剩女啊，性格有问题，认知也有一些问题，拜金、刁钻、古怪。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啊，咱也不能以偏概全，一棒子全部打死掉。其实有一部分大龄剩女她是可以娶的，基本上啊不会有大问题。但是你一定要观察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才行。首先，你们出去约会的时候，她会比较懂分寸，会在花费上愿意跟你一起分担，不会对你的买单行为表示理所当然，并且她也不会介意约会场所的档次高与低，不会太虚荣，也不会因为你哪个细节做的不到位就给你摆脸色，让气氛变得尴尬。另外呢，要观察她的消费观。如果她一个月就挣8000，恨不得她要买套衣服，半个月的工资就没了，这样的肯定不行，基本上就是个月光族，根本不会管理财务。一个大龄剩女如果这样超前消费，估计她也不会有什么存款的。这种女人娶回了家呀，那肯定就是一个败家娘们了。你有一座金山也不够她挥霍的，这种人啊就是拜金女，绝对不能娶。第三呢，你看她在各种生活细节上是不是挺能照顾别人的感受啊？如果她只考虑她自己舒不舒服，不管别人乐不乐意，那她一定是个很自私的人。这种人是没法在一起生活的，你们就算在一起，你也很难融入她的世界。她读惯了，她不会照顾别人的。往往啊，这种人情商还很低的，他说话会很直，容易伤人，甚至啊很情绪化。这一类就是属于性格古怪的，你敢娶吗？你娶了他，那你今后人生中的风雨可能都是他带来的。最后呢，就是交往中他会比较积极主动，回复信息也会很快，偶尔也会主动的约你，不会总是说自己很慢热，也不会让你追得很累。你给他送个礼物，他一定会回馈你一个惊喜。
并没有占你便宜的心理，并且对于婚姻他也有理性的认知，能够接受生活的平淡和爱人的平庸，不会拿你和别的男人去做比较，不会抱怨你挣钱太少，他也不会天天的天马行空幻想和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反之那是不能娶的，否则时间长了谁都受不了的，活脱脱的精神病。如果一个男人你因为年龄大了，你不得不面临要选择一个大龄剩女结婚的话，你要不想以后一地鸡毛啊，那你一定得认认真真的考察他的这些方面，你才能避免以后离婚的可能。你们觉得对吗？你们看看现在的年轻人，他要找一个人结婚也是容易的，但是他俩要在一起过几十年真的是很不容易。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北上广现在离婚率有多高吗？90后都已经达到了50%几了，这么高，真的呀。但是这个事儿吧，还真不怪这些孩子们。你仔细想一想就拿90后的生活环境来讲，一个独生子女，从来都没有跟别人一起合作生活过，从小都是父母宠大的。会做饭吗？会做家务吗？会照顾别人吗？会理解和包容吗？小的时候很多事儿都是父母给他包了。大学的时候吃食堂，工作了点外卖，有了孩子交给父母带。如果你们家是一个儿子，你觉得你儿子应该结了婚自己洗碗做饭刷锅吗？你如果生的是个姑娘，嫁给人家家了，你认为她就该洗碗做饭刷锅吗？也觉得不应该。咱家那都是宝贝，是小公主，干嘛嫁到你家里就得给你刷锅洗碗做饭呢？就这点事儿谈不拢都能离婚的。比如说点个外卖，两个人还得计较一下谁去开门拿，他们谁都不愿意离开那个床，离开那个房间，手机才是伴侣到洗手间觉得好像要去边疆然后呢出门拿个东西简直就是出国了。你看他们都是这样分的，都没有什么大事儿，就为谁去开个门把这饭拿进来都能打上一天。有时候很快就上升到要找父母去评理，父母当然为自己的孩子鸣不平了，他们一掺和一搅和，那不就打得更厉害了吗？所以他们都是这么离了的真心讲，这代年轻人读书工作都很聪明能干，就是这生活真的不够独立，过得一团糟。你们觉得呢？这样离婚率能不高吗？这老大男又来许愿了我真的是头疼。38岁的博士女说自己从来没有相过亲，她认为自己条件很好，在北京有房有车，工作很体面，未来对孩子的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优势。她说自己曾经谈过一个男友，8年都没有领证，是因为她有点嫌弃男友挣得太少了，俩人都在研究所工作，经济上不会有太大的飞跃了，而且性格上自己也有点强势，总是吵架，不管对错她都从不低头，直到男友劈腿提出分手，她才有点警觉到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但是已经晚了。所以她现在希望找一位气质儒雅、事业有成的男士，经济条件一定得好，至少要100万以上的收入。反正我听完了以后我就跟她说，你找不到这样的，你的想法太理想了，你跟人家90后的女生想法一样，你拿什么跟年轻的姑娘去竞争？但是她很固执她跟我说，你就按照我说的这样的帮我找找吧。我说我找不了，人家年入100万的男士都找90后，连见个面的机会可能都不会给你，你这不是为难我吗？哎呀，你这钱我挣不了，你可以去别处看看，我真的是拜托了我不是观世音菩萨，也不是许愿池的那位我只是一个牵线说媒的人，也不是神仙。我这里呢，也不是你花了钱就能买个优质商品回去的地方。我再一次强调一下，35岁以上的女生，不管你未婚还是离异，你们想找一个年薪100万的男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今天我就把这话撂在这儿不要跟我说什么虽然我35岁了，但是我看起来只有25岁这种话。你保养的再好，那手感能一样吗？我也是女人，我真的没有必要非要攻击你们这个群体但是你们能不能不要整天梦游？你承认自己年龄大了老了，有那么难吗？你找一个跟你收入差不多的男人好好过日子，有那么难吗？你都快奔40的人了，不知道谁给你的自信和勇气，动不动要找100万年薪的男人。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年薪100万的男人，不管他30岁40岁还是快50岁，他们大概率都只考虑30岁以下的女生，他们只是有钱，人家不是有病你明不明白？能不能清醒点？
这个二婚女最愚蠢的想法就是，想嫁一个优秀的未婚小哥哥啊。这个想法到底有多可笑啊，多荒诞！我呢做红娘都10来年了啊，我就没有见过啊什么优秀的未婚小哥哥能接受一个离异的女人的。告诉你啊，这个概率啊直接就为0。如果你是一个梦幻派的二婚仙女啊，我觉得你赶紧啊不要往下看了，我怕你真的受不了啊，你会骂我。今天呢我就给你讲清楚真相啊，真的是很残酷的。终身大事，谁不想择优入选呢？谁不想门当户对呢？谁不想等价原则呢？这个就是答案嘛。只有条件差到未婚小姑娘根本就看不上的男生，他才会退而求其次啊，去考虑二婚的女人。这个呀叫委曲求全，不得不这么选了。我再问问你们啊，条件差的那些未婚男生，二婚女你要不要啊？你又不愿意要嘛，对不对？虽然我们不能绝对化，但是咱不得不承认啊，二婚它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减半的一个情况。咱能不能啊不要自欺欺人？毒鸡汤啊真的是中毒太深啊。网上有些人啊天天振振有词啊，说离婚没啥，二婚的人啊就像被加持了一样啊，被镀金了啊，那简直就是大宝贝。离婚就是在提升你的价值，相信这些话的女人啊，这个就是你幼稚可笑的地方。你要有判断力。就算退一万步说，你要是真的有本事啊，嫁了一个优质的未婚小哥哥，要是有一天你们有矛盾了，他说你是二手货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什么感受啊？所以我拜托二婚的女生，你一定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的，你别被网络上的那些毒鸡汤给吹捧了啊，整天被他们迷的五迷三道的，掩耳盗铃啊，故意去弱化这个离婚的事实。你要明白一下啊，中国的男人他在骨子里的还是很传统的。二婚女人你再好，你也没有未婚小姑娘那么香的，懂不懂啊？婚姻真的是价值交换，这个是重点呀。有些二婚的带娃的还心心念念的惦记未婚大小伙真的我想说一句不太礼貌的话，真的是你心比天高，但是你命比纸薄。这些未婚或者是短婚未育的男的人家你只要是一提到这个女的带个娃，真的那个头都摇得跟拨浪鼓一样的。这个就是真真切切的现实你别拿那些个案来说事儿，那个都是小概率事件那跟中彩票差不多。所以你有这种幸运吗？这个概率有多大，对吧？你要是还不信我说的，你可以自己去评论区聊一聊，问问这些未婚小伙子们，如果有2个女生条件完全一样，一个是未婚的，一个是离异的，你看他们怎么选所以呢，未婚女人你要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一点不要成天幻想。真的是如果你真的太迷茫了，可以来找我我们好好的给你做一个标准的准确的一个定位，好吧？我发现有好多男的你真的不明白一个道理，那女人绝对不是靠你追来的，更不是靠钱砸来的。我真的不接受反驳我见过太多失败案例，都是因为男人认为有钱就能追到女人。我给你举个案例，去年就有一个男士跟我说他喜欢一个女的，一直在追求当中。1年过去了他又来跟我说了感觉这1年这个女的一直没有给过他什么机会。总之呢，就是不让他推进关系。他呢钱也花了不少，反正人家就是一直不冷不热的跟他聊聊天，偶尔呢跟他出来吃个饭什么的。他现在感觉有点想放弃了，但是他又不甘心这1年又付出了时间，又付出了金钱，还有自己的精力，对吧？我真的也是很佩服他能坚持这么久。要是别人真的都换了8个人。咱们说执着一点是好事，但是你的方向得是对的。我跟你们说个事实其实在你追求一个人的过程当中，当你觉得你特别的喜欢他，你经常会想他，欣赏他，喜欢他的外貌，他的性格每当和他聊天的时候，你总是愿意细细的去品味他那一字一句说的是什么意思对你有没有暗示你觉得怎么他的气质这么好他怎么那么好看？人家偶尔说1-2句亲密点的话都能让你心猿意马。我告诉你，一旦你陷入这种状态，你绝对追不到这个女人了。一旦你感觉到你在仰视她，仰慕她，那你就完了你要知道，真正能在一起的永远都是一拍即合，热情似火。爱情真的来的时候，那是超级快的。我就没有听到过追一个女生追了1年多，最后终于追成功了，然后呢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我告诉你吧
如果真的是有，那也不过是备胎转正，对方实在是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迫于某种压力下不得不找一个人在一起。你不是被择优录取的那一个，你知道吗？你可以看看你自己身边的朋友嘛，他们在认识一个女孩，到最后在一起真的是没有花多少时间的，是不是都是很快的在一起了？所以你要明白啊，只有你自己内心能够很明确能感觉到这个女的她是喜欢你的要是你也很乐意她，那你稍微积极一点，你们很快就能在一起很快就能确定关系，那个才是有可能的。爱情它真的像龙卷风一样就是一拍即合。爱情来的时候你肯定能感觉得到，那什么仰慕暗恋呀、女神这些都是憧憬这些关键词是无法成为爱情的，都是你的幻想而已。不要去美化你们的相逢，美化你们的一切，美化他，美化你自己。赶紧醒醒吧。83年的你都40岁了我说你怎么还这么天真呢？居然问我交友网站上认识的男人聊了几个月了都不提出见面是什么意思？我的天哪，你居然还问我要不要主动约他一下。我就问他这个男的是什么情况？他说比自己小5岁，非常优秀，然后呢那长相真是长到了自己心坎上说白了你就是喜欢人家呗，按耐不住了呗。我说你一个40岁的女人了，这个脑子里到底装的什么东西人家跟你聊了几句就等于他看上你啦？人家为什么一直跟你聊着又不跟你见面呀？这么大的人了会不会分析？你就是人家养的一条鱼，你明白吗？你在他的鱼塘里你都不知道被排到了哪个位置。要真的感兴趣，他早约你了，还能等这么久？你就换位思考一下嘛如果你是这个男人，你能看上一个比自己大5岁的，长相也并不很出众的，身材还有点走样的，略微发福的40岁的女人人家那不是个杀猪盘你都万幸了赶紧烧高香。那些在交友网站上聊天的女人被骗财骗色的还少吗？真的是不清醒。还说自己就喜欢年轻点的长得帅的男人自己一年也能挣100多万不需要他太优秀。我真的是被你搞得真的下头。我说你要是真的是想找个年轻的弟弟，那你可得想好了，人家那可就不是图你的人了，那真的是图你的钱了。你得舍得给你的小男人花钱，你懂吗？而一个男人总是被你养着，时间长了你自己受得了吗？那比你年轻挣的又多的男人能看得上你吗？你咋就老得这么自信呢？你别看那些老男人找小姑娘那是人家舍得给小姑娘花钱。你以为小姑娘找老男人是图她的老吗？不可能嘛，对不对？那反过来小男人找你，那不也是一个道理吗？对吗？他不可能图你老，图你胖，图你子宫都走样吧？但是问题是自古女人都慕强，你又能熬几年？那你的小男人以后有了点本事了，仍然是想找个年轻的。这个就是现实。所以呢，我奉劝那些整天做大梦的大龄剩女，想通过婚姻发财的，想找个弟弟结婚的，真的我奉劝你们收起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你们踏实一点行不行？最近呢，有个相亲的女孩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现在的男生是咋回事呢？都不主动追女生了。那你要是不追怎么谈恋爱呀？你要是不谈恋爱那怎么结婚呢？你不结婚又哪来的后代呢？你没有后代，你们家香火不就断了吗？那社会还怎么发展呀？我就跟他说现在的男生他不是不想谈恋爱，大部分的普通男生那是谈不起恋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因为赚的钱还不够女生霍霍的，知道吗？这事儿很现实。我就给你算个账假设一个男生在北京一个月累死累活赚2万多，每个月他的房租算3000吧，水电煤气上网费，吃喝拉撒勤住坐卧，交通费算下来5000左右差不多，这就7、8千没了。这也就是在北京的一个基本生活，这还没有算买衣服买鞋和那些日常用品的钱，每个月还有很多的人情往来也要用钱，我们就满打满算1万块钱，那他还有1万可以省下来，对吧？可是如果他交一个女朋友那我不得不大方点了，对不对？每周得约会吧，约会不得男生主要来买单吗？哪个女生谈恋爱的时候会主动买过几次单呀？他们自己可能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出来，对吧？更何况大部分女生都喝过毒鸡汤，什么男人不给你花钱就是没有诚意，就是不爱你，
这话不就是逼着男生得主动花钱，主动买单吗？但凡遇到个把钱当纸的女人，那别说自己攒一分钱了，可能连老本都得赔进去，甚至还得动用父母的存款和养老金。关键的是到最后可能女生还嫌自己穷，觉得不合适，分了。男生得个人财两空，他何必呢？所以他们现在真的不瞅准了是不下手。问题是现在有很多的女生也说自己不愿意谈恋爱了，其实呢是因为男生开始清醒了人家不想徒劳的付出了，所以这些女生既得不到感情也得不到钱，他们就说找不到一个靠谱的男人了。特别是有些大龄剩女他们的心态，他们是不知道自己年龄大吗？他们比谁都清楚的，所以他们总希望呢能一次性上位，找一个条件好的。所以男生们被 PUA 时间长了也看得很懂了恋爱是咋回事。我追求你呢，你说我是舔狗我跟你讲道理呢，你说我 PUA 你我跟你讲未来呢，你说我在给你画饼。有时候一个普通的男生可能他不是不爱你，而是一想到钱他就没法爱你了。你别跟他说难道钱比我更重要吗？你还真别较这个真儿人当然比钱重要，但是男生没有了你，他的钱还在但是他如果没有了钱，那他也就没有你了。很多女生都掉进了资本营造的浪漫陷阱里一年10个节都要过。你要的浪漫仪式感都是钱，知道吗？你要的各种生活的小惊喜都是钱，明白吗？到最后明明就是男人花的钱不够到位，不够满意你还要说成是人家不够爱你，你失落了，你不高兴了那他就会觉得，既然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那我们还是分手吧。即便是你爱你的男生，但是你还是希望能够遇到那个可以给你那种生活的人。所以现在的女生真的没有爱情，而男生呢还在想着可以拥有一份纯粹些的爱情。但是他们现在也懂了在金钱面前，爱情已经什么也不是了。虽然赚钱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比爱你要简单多了明白吗？如果你的闺蜜总跟你说你男朋友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最近有个姑娘跟我说这件事让她特别困惑。她有2个闺蜜都是单身，大学的时候呢她们仨就是很好的朋友。现在大家都27、8岁了，家里边也催得比较急。现在呢只有她谈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男朋友，只不过呢她这个男朋友可能在经济条件上真的是不太好，在北京没有房子有辆20万左右的代步车，他们俩租房子住。男朋友呢1个月工资就2万多，每年2个人除了春节只过情人节和生日。男朋友对自己其实也挺好的，虽然他现在没有多少钱，但是他是个很努力很上进的人。他的收入其实在这几年当中也每年都在不断增加的。谈了2年了，男朋友确实没有给自己买过什么高级的奢侈品礼物什么的，但是他俩都希望把钱呢攒一些留着以后婚后用。他自己认为那些什么名牌包包呀、高端服装穿在身上不过是给别人看看而已那自己的生活自己才知道，那何必活得那么虚荣呢？再说了，他认为自己是属于那种其貌不扬的姑娘，所以他就想做一个安分的女人，找一个普通的男人，过过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可是她的这2个闺蜜这2年真的没少劝她说你就别跟这个男人在一儿吃苦了大北京有的是混得好的男人，为什么不重新选择，找一个有钱的？干嘛那么努力攒钱呀？你这个男朋友这么穷，他根本就不配结婚，未来有你哭的时候，就因为他一直以来就没有听他们劝的，那现在联系都变少了，所以他自己呢也开始怀疑自己坚持的是不是错了，甚至他自己都开始有点动摇了。想一想北京的房价以现在男友的实力，估计未来是不可能在北京立足的，所以他最近都有点抑郁了。可是我跟他说你别听他们的，听他们的你就会跟他们一样，最后成为大龄剩女，做梦都在等一个霸道总裁爱上她。最后呢，等到了人老珠黄，被人家男人挑来选去被有钱的人玩弄身体和感情，到时候呢他们就会明白那句话，圈子不同不要强融，总想攀高枝儿，你咋不看看自己到底是野鸡还是凤凰再说了，下回他们再这么劝你，你一定要给他怼回去。你说关你屁事我老公我自己选的，我乐意，
他是花你家钱了，还是吃你家大米了？你不要给他们面子，你要相信啊，总有那些见不得你好的人啊，想看你笑话的人，一定要跟他们保持距离的。就如果你也被他们带节奏了啊，也跟着一起挑你老公的毛病，要不了几年啊，你就会发现啊，别人呢都好好的啊，就你本来该有的都没了，到那会儿后悔就来不及了啊，明白了吗？所以在当今这个社会啊，当滥情都成了主流的时候，深情反而成了罪过。在乌鸦的世界里，天鹅都是有罪的。